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面相往往能看出特质。网友早前对吴磊的评价十分贴切，直言他看着就很有主见，上进心十足。如今看来全都应验了。网友之前说吴磊的面相一看就是那种有主见、进取心强、不喜欢拘束、爱闯荡的人。当时不少人觉得这就是粉丝硬夸，谁知道2年后，吴磊在海南三亚亚特兰蒂斯水族馆里全程不带氧气瓶，靠自由潜一口气潜到10米深，化身南美人鱼在水里游来游去。那一幕被拍下来转到网上，评论区炸了锅。很多人回头翻出当年那篇面相分析帖，直呼全对上了。今天咱们就掰扯吴磊这张脸到底藏着多少秘密。先看他的眉眼，吴磊的眉骨升得特别高，平直往上走，剑眉浓重，配上他那个偏长的眼型，整体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冷。很多娱乐圈的审美博主分析过他，说他属于鹰隼系长相。什么叫鹰隼系？就是眼睛像鹰一样锐利，看人的时候自带一种审视感。这和他小时候演《琅琊榜》里飞流那个角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飞流呆呆的、萌萌的，但成年后的吴磊骨相彻底长开了，他那个眉弓和眼窝的落差很大，造成一种天生的压迫感，拍硬照的时候尤其明显，不需要刻意做表情。那股我有主意，别想左右我的气质就透出来了。再说他的脸型轮廓，吴磊的脸不算宽，属于窄长脸型，但折叠度非常高。颧骨最宽的位置靠上，往下收的干净利落，下颌线跟刀切的一样清晰。这种骨相在娱乐圈里不算大众审美里的标准帅哥，传统审美喜欢流畅的鹅蛋脸。吴磊这种棱角分明的，按有些老派审美看甚至带点凶相，但恰恰是这种不讨好、不圆滑的骨相，撑起了他不喜欢拘束、爱闯荡的标签。你看2022年他搞的那个骑行综艺《岂有此理》，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雪山、旷野里穿梭，风吹日晒，皮肤黝黑，整个人跟套了个壳子似的，哪有一点精致偶像的样子？那种状态和他凌厉的面部轮廓放在一起看，毫不违和。下半张脸就更值得琢磨了。吴磊的鼻头偏圆钝，和很多人喜欢的精致鼻型不一样，看起来不是那么尖锐锋利。上嘴唇又偏薄，人中略长。如果单拆开看，每一个部位在审美上都不属于高分项，但组合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。鼻头圆钝把上半张脸的锐利感往回拉了一截，薄唇又在温和中加了一丝玩味，整体形成一种柔中带硬的平衡感。这种面相放在现实生活中，对应的就是那种表面看起来好说话，骨子里特别有主意的人。吴磊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童星出身，从小被人看着长大，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还没翻过车，没点主心骨根本做不到。那网友的面相预言到底准不准？咱们拿事实来对一对。先说有主见、进取心强这个点。吴磊2026年5月在三亚水族馆自由潜这件事，背后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故事。他小时候的过气胸就是肺部有损伤，医生当初直接告诉他，你这辈子跟潜水基本无缘了，因为气压变化对气胸患者风险太大。换做大部分人，听到医生下这种结论，可能就直接放弃这个念头了。但吴磊没听，他后来为了拍电影《东极岛》，硬是自己把潜水技能练了出来，还考下了专业潜水员的资质。2026年这次在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的表演，全程不带氧气瓶，纯靠憋气，在水里待了多长时间呢？目前没有公开的精确描述，但从现场视频看，他非常从容地在鱼群中穿梭，姿态舒展，
一看就知道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水平。这件事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是一个会乖乖接受别人给他画框框的人。医生说他不行，他偏要去试一试，试完了还把它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。这就是典型的有主见、进取心强在现实中的投影。再说不喜欢拘束，爱闯荡。吴磊的骑行爱好是出了名的。2022年他自导自演的那个骑行纪实真人秀岂有此理，全程没有任何团队跟拍打扰，就是他自己骑着自行车，一路从城市骑到野外，遇到什么问题自己解决。2026年海南篇录制的时候，他在环岛骑行过程中连续遭遇2次爆胎，换胎、补气都是自己动手，弄完之后第一时间不是抱怨，而是用特别欢快的语气跟同行的人说：“大家注意安全，我追上来了。”那期节目播出后，很多人说没见过这样的明星，出门不坐保姆车，自己骑车风吹日晒还不摆拍，是真骑不是作秀。这种对户外运动、对冒险的执着，完全就是爱闯荡这3个字的实体化。而且吴磊对骑行这件事不是偶尔玩票，他是真的把骑行当成了日常通勤工具。有好几次被路人拍到，他就骑着普通自行车出现在城市街头，背后没跟着经纪人，没跟着助理，就像个普通大学生一样。这种状态和他童年时期从封神榜、小哪吒一路演到长歌行、阿诗勒隼的成长轨迹放在一起看，就很能说明问题。他不想被娱乐圈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框住，他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。再来看看低调、不炒作，对待演戏不含糊这面。吴磊童星出道，圈内童星翻车的案例比比皆是，不是长残了就是塌房了。能像他这样从4、5岁一路平稳演到20几岁还没掉队的，本身就说明问题。他从《琅琊榜》的飞流开始被大众熟知，后来长歌行里的阿诗勒隼，星汉灿烂里的凌不疑，每一步都在进步。有趣的是，他接的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大多是有骨气、有主见、不甘被人操控的人物。这到底是选角导演看中了他的气质，还是他本人的审美偏好？外人不得而知，但结果摆在那里，他演出来的就是那种劲儿。与此同时，吴磊在娱乐圈几乎是绯闻绝缘体，出道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靠炒作恋情或者制造争议来博取关注。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实在的话，大意是演戏对他来讲更像是一份认认真真做的工作，而不是人生的全部。工作结束了，他就去过自己的生活。把工作和生活分得这么清楚，在流量至上的环境里不多见。还有一点很多人忽略了，就是吴磊的面相和性格之间的反差感。第一眼看他的眉眼轮廓，会觉得这个人不好接近，攻击性很强，有距离感。但你真去看他的采访、综艺，会发现他特别会照顾人，属于那种嘴上不说，眼里有活的类型。早年某次发布会上，同台的女演员话筒突然没电了，吴磊没吭声，直接把自己手里的有电的话筒跟对方换了过来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没让那个女演员尴尬一秒。还有他和谭松韵一起宣传作品的时候，媒体故意问你和谭松韵差9岁，演情侣有违和感吗？吴磊不慌不忙接了一句是啊，我15岁，他6岁，一句话把尖锐的问题化解得干干净净，既保护了对方，又活跃了气氛。这种外表冷酷、内里温暖的反差感，恰恰是他面相中那部分圆钝鼻头和薄唇带来的奇妙化学反应。上半张脸负责产生压迫感，下半张脸负责拉回亲和力，两种力量在他脸上打架，最后打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辨识度。那网友的面相分析真的是玄学吗？其实相由心生这4个字
背后是有道理支撑的。一个人的表情习惯、情绪表达，日积月累会影响到面部肌肉的走向。一个常年有主见、不轻易妥协的人，他的眉弓和咬肌一定比普通人更发达，因为他需要频繁地保持坚定表情，咬紧牙关去做决定。吴磊那张脸的线条走向，确实和他这些年经历的事情、做过的选择高度吻合。网友的看相，与其说是玄学，不如说是对一个人长期行为模式和气质的直觉捕捉。这种直觉一旦被后来的事实逐一印证，就会产生说的真准的感觉。所以回到吴磊身上来，事情就很清楚了。三亚水族馆那场自由潜是一场无声的宣告，一个被医生断言不能潜水的人，靠着自己的韧劲和不服输做到了。而那张曾经被网友议论带攻击性、不够亲和的脸，也在这场表演中被重新定义。那不是攻击性，那是一个不想被任何人定义的人常出来的模样。